暗杀风波未平，普京为何坚持出席红场阅兵？普京的一番演讲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各位网友，大家好。5月9日，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8周年的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总统普京亲自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就在前段时间，不断有针对普京的暗杀行动传出，甚至还有不明身份的无人机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而在这暗杀阴云之下，普京却坚持要如期举行红场阅兵，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同时也将普京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当前形势之下，这场红场阅兵式，普京必须让它顺利举行。俄乌战场处于焦灼状态，尤其是外界不断渲染乌军大反攻的背景下，要是最高统帅都胆怯了，前线的官兵以及国内的民众会怎么想？所以尽管来宾比较少，只有中亚5国外加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出席，参阅的徒步方队大部分都是军校学员，装备也非常之少，只有1辆 T-34坦克，重点展示的只有核导弹。空中梯队被完全取消，安保压力巨大，但是一定要如期举行。而且阅兵式也是一个重要的舆论宣传手段，是普京政府展示俄罗斯自信、稳定、强大形象的平台。对比普京今年与去年在阅兵式上的讲话，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信息。去年阅兵式上，普京演讲的重点是论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合法性，赞颂前线官兵的表现和牺牲。而今年的阅兵，普京并没有对特别军事行动做出任何评价，比如说它的伟大意义、取得的进展、未来的前景展望等等，全都没有。他重点阐述了俄罗斯和西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对立，把俄乌冲突定性为西方对俄罗斯的仇视和绞杀，而乌克兰人只是西方的人质。他把对手定义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法西斯，指责他们想抹杀俄罗斯在二战中的功绩，破坏二战奠定的国际秩序。他说，人类文明再次处于关键性的转折点，一场针对俄罗斯的真正的战争已经爆发。普京总统在回顾盟国并肩打击法西斯的历史时，特意说，我们牢记并敬重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功绩。他还强调，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表明大家对先辈们共同战斗的历史的尊重。说这些大概是为了凸显俄罗斯并不孤单吧。语气上，普京今年的讲话更加具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的氛围。角色上，去年的演讲中，普京实际上想突出俄罗斯拯救者的角色，而今年普京更多的是把俄罗斯定义为一个自救者的角色，想用当年卫国战争的精神激励俄罗斯人民参加到现在的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去。从这里我们可以做2点总结。第一，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尤其是与美国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俄乌冲突已经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纠葛，普京已经把俄与西方的较量称之为正义与邪恶之战，他已经把这场战争定义为卫国战争。其二，对于俄罗斯而言，内部的稳定才是第一要务。俄乌冲突虽然激烈，但军事上的失利永远不会是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内部的不稳定才是致命的威胁。所以普京要强调，伟大的卫国战争证明，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团结更强大、更有力、更可靠。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我们对祖国的爱更强大。信息很丰富，需要大家仔细去品。点到为止，谢谢大家的观看。